终于熬到年底了，一大波新机已经在路上了。围观完机圈那2位在9月战斗力稍微有点不对称的对战，估计不少人都跃跃欲试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 ，vivo 居然来打这个头阵。手机型号终于等到200这个数了。照现在这个趋势，2032年我们应该能用上 vivo X1000。我手里有2台不同的颜色，一台是亮面的白色，一台是有点磨砂质感的钛色。把钛色拿出来，这俩手机真的太像了。反正我把它们都放在桌面上，拿错是常有的事儿。实际上它们用起来也有点像，这个晚点说。但现在拿在手上，影像旗舰没错了。我觉得更离谱的是，他们甚至把电池塞到6000毫安时，看这个厚度，你能想象得出来吗？而且 vivo 终于让自己的屏幕收敛一点了，变成了4全面屏。虽然 X200 Pro 是首发新平台的旗舰机，但我觉得 vivo 这一次想要的并不是要一股脑的塞进去新硬件、新配置，而是在利用这个时间做出一些他们早就该做的改变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Orange OS， 那就是功能大杂烩，要什么就加什么。你看看哈，相机里面满满一页的功能，够不够丰富？现在呢 ，vivo 就像是做了一次整理，把它们都整合进风光模式里面了。现在就很清晰了，往左边都是拍照的东西，往右边呢都是视频相关的。先说拍照吧，拍人就进人像，拍风景的话就进风光。在风光这一栏，所有熟悉的功能都还在，甚至在设置里面还藏了一些慢门，还有滤镜，这些常用的都在右下角。延时摄影直接整到快门隔壁了。在风光模式里面拍东西，只要手机对着想要拍的，检测到环境了呢，它就会提醒你用对应的模式。而且这个逻辑呢，蓝厂也不只是用在风光模式里面，拍人的时候会问你要不要人像模式，拍远的时候只要光线充足，就会问你要不要试试我们的2亿高像素模式，然后给你一张30MB的照片秀秀实力。回到拍照页来，往右滑就是录像相关的功能了，主摄和长焦的视频录制都能支持到4K 120帧。而且它拍视频还有人像录像模式，就这么说吧，电影模式带美颜 ，iPhone 怎么比？这条带美颜的视频最高可以支持到4K 30帧，拍完后期再自由的去变换焦点，加不同的光斑效果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感觉 vivo 现在在做的并不是在数量上面删除这些模式，而是把它们从不合理的位置搬到合适的地方，甚至他们在每一个模式都有专门的指引，试图正确的教大家使用它们。把这些基础的引导做好，再加上本来就不错的硬件，蓝厂的影像能力可以做到第一梯队的水平。长焦只看硬件，其实跟灭霸 Ultra 上面的那一个是同款的，能力是已经被检验过了，清晰是最起码的。我带新手机出去玩的时候，用它记录了很多好看的瞬间。人像模式也加入了新的镜头，135毫米的人像镜头特写感很强，而且这个85毫米的高清模式，默认直出就是一张5000万像素的人像照片，拍完数据处理都要好一会儿。那最后的效果，拿给你们看一看，怎么样？而且这一代 X200 Pro 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 Live Photo 的地位终于被提上来了，在相机页面呢就可以直接开着。之前呢，甚至还只有主摄才支持，现在主摄可以，超广角和15倍以内的长焦也可以，甚至水印也是有动态效果的。之前小而美支持分享 Live Photo 的时候，看朋友圈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。现在 X200 Pro 已经能在小红书上面分享自己拍的实况了，感觉要是之后把小而美适配了，能让朋友圈里面的小伙伴看到我会动的菜丝了。前段时间我去澳洲旅行的时候，就拿这个手机拍了很多的照片。这是那天在那个动物牧场的时候见到的2只骆驼，它们好搞笑啊！当时有个小朋友在那个栏杆边上看这个袋鼠，然后还跟他爸爸说：“我比你想象中的要大只。”一口一个冰淇淋桶，还有就是这个，这是日出的时候拍到的海浪，哇，真的波光粼粼的，
超好看，每一个浪花都反射出的那个太阳的光。还有就是最牛逼的这张照片，金鱼的尾巴。而且这次的长焦据说把大模型都给塞进去了，在设置里面就可以手动控制开关，效果怎么说呢？把我塑料301都快干出金属质感了。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，优化效果还挺明显的。哎，灭霸用户先别急，赶快去催一催，争取让自己也赶紧吃上。因为这个长焦实在是太离谱了，以至于很多时候你都忘了这是一台 Pro。这一次的主摄呢，其实已经换了一颗，已经不是那个老熟人1英寸了，而是一颗全新的 LYT818。对比起新的1英寸，极限画质会有一些区别。白天的差别更像是风格上的。这一次他们还加了一个我觉得算是手机里面 T0级好用的 Log 模式，最高有14档动态范围，方便后期编辑。它这个 Log 没有硬生生的和专业模式绑定，你可以在普通模式里面也很方便的打开。而且它还做了一个监视器 Log， 让你看着正常，录出来又有 Log， 这不是直接照搬相机上面的东西吗？用过相机的简直就是零上手难度。大家注意啊！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 vivo 手机的 AI 助手蓝星小 V 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App 了。原本我给朋友介绍 Orange OS 的时候，最抽象的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用 AI 怎么办呢？嗨，Joey，在打开蓝星小 V， 已打开。这简直离谱！脱裤子放屁！现在他们俩就完全整合了，这不只是一个优先级的调整，而是 Orange OS 新版本很重要的变化。蓝星小 V 有更多主动介入的场景，如果像之前那样做成独立 App 的话，是不太可能实现的。你看哈，我现在复制一个地址，然后这里就会弹开一个窗口。哎，它就会主动的告诉我去导航，像我这样复制一个口令，它会引导我到对应的 app 里面去浏览。哎，它现在还有个新的逻辑，就是这样子去拖这个内容。你看，这样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发给我们的朋友，它就是把这个文字给完整的保留下来了。看书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件不错的衣服，你也可以这样拖过去，拖到淘宝里面去搜一下。甚至我现在这里有一张这样子的图片，然后呢，我一样可以把它喂给蓝星小 V。然后呢，它甚至还可以干嘛？它可以发朋友圈，就是有点话痨。其实这些功能蓝厂并不是第一个实现类似效果的，甚至之前的原子通知已经能够看出来大概了。但最让我惊喜的是 vivo 对这些功能的梳理，就像我之前在系统横评里面说 Orange OS。在里面呢，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功能，底子已经放在这里啦。只要他们持续把这些功能整合，体验还会更好。再比如刚刚聊的那2个功能，复制直达还有拖放，都可以在设置里面直观的看到它适配支持的软件，甚至那个拖放直达的功能，还有具体到应用的单独开关。而且作为首发联发科天玑9400的新手机，我直接一个原神启动，表现没啥好说的，帧数又高了一点，表现也更加稳定了一些。屏幕这一回呢，用上了国产，亮度测下来，全局峰值亮度接近2000尼特，还是不错的水平。这回 IP68、IP69 全都在，而且最夸张的是这个电池，感觉蓝厂这一回还是想要做一台全能的手机。总的来说呢，比起这一次首发上面的这些新硬件，我更喜欢的是vivo在软件上面迈出改进的步伐。论功能，橘子已经是国产系统里面塞得比较满的了，怎么把这些功能梳理清楚，比加新功能其实更重要。这个要解决的问题跟其他系统比起来还真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这也算是 vivo 的一个特色了。感觉这一次的 X200 Pro 做出的改变已经有点对味了，已经开始想象今年明年蓝厂会把 Orange OS 折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天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